大家好，今天想跟各位聊一聊游泳这件事儿。一直想聊这个话题，没找到机会。很多网络上的运动专家也好，医学专家也好，都推崇游泳是最佳的运动，而且非常理想，适合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去游泳，而且长期坚持游泳，收益也非常大。也经常有病人在诊所里面问我，段医生，我适合游泳吗？做游泳对我的病情有没有帮助？我一般都会回答说，你的情况并不适合游泳，我建议你不要长期坚持游泳来作为一项主要运动。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出于几方面原因的考虑。第一点呢，就是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像王教主那样家里有一个游泳池，而且自己可以亲力亲为的维护的非常好，很适合每天进行游泳的这项运动。如果你没有一个游泳池呢，那你就要去公共的游泳池。公共的游泳池又会有公共游泳池的很多的问题。第一点呢，公共游泳池人非常的多，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情况都是差不多的。人多就不可避免的会掺杂里面很多的人体的体液、汗液，包括其他的分泌物，同时会有很多的污垢，也会带来很多的细菌呀、病毒也好。当然，在一个游泳池里面，体量很大，少数的病菌并不一定会致病，但是不可避免会增加这种得到传染病或者感染的几率。我之前一位同事，很年轻的女士，她在我们医院自己的康复游泳池里面游泳。医院的游泳池消毒标准是非常高的，但她还是一个不小心就把脚划破了，然后游泳之后得了很严重的感染，非常长时间才好。这是公共游泳池的问题。在自己家你如果有游泳池，其实也是有同样的问题的。你消毒的情况如果处理的不好，很多的消毒剂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刺激，你的皮肤也好，呼吸道也好，都是会有可能受到损伤的。现在很多研究也认为，有些消毒剂的副产品甚至有这种致癌的可能。这是从你去游泳的环境来说。除开这些就是外部环境、游泳池本身的条件之外，游泳本身是不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呢？我认为也不能算是一份很好的运动。第一，游泳不是人天生就会的本能，很多人都是需要专门的学习才能学会，而很多认为自己游得很好的人，实际上如果按照运动专业来说的话，他的泳姿、他的呼吸的模式，并不一定非常的科学而合理，这就留下很多隐患。当你游泳超过一定的量、超过一定的频率，就非常容易受伤或者造成运动损伤，比如常见的游泳肩，还有蛙泳膝。这两种运动往往不是说一个单次的突然的损伤，往往是长期从事一种泳姿游泳慢性积累造成的劳损。这种劳损非常难治好。如果你还坚持去用这种同样的泳姿去游泳，长期积累的话，你这边是很难通过医疗或者其他的干预来治好，往往是需要停止这项运动，然后专门的针对性的去规范治疗，才能把这种疾病治好。因为它有些，和身体结构的原因，还有运动模式的原因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我在网上跟人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有的人说，啊，你去找一个专业的教练，你去花点钱学一学，你就能学得会。但是实际上呢，我的观察，很多游泳的教练，他自己的泳姿都不一定非常的标准，而且他自己也有一些由于长期去游泳、长期去教别人游泳造成的一些运动损伤。当然我们不抬杠啊，这个确实有的人泳姿可能天生就很好，那这是你的一个福气。那你天生泳姿好的话，
就适合把游泳作为一项长期的运动吗？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主要是从事中医骨科运动康复这一块的，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游泳也不一定就适合作为一项主要的长期坚持的运动。理由最简单的就是人类是一个陆地生物，并不是水生生物。我们日常的生活模式主要是在陆地上，你要跟重力做对抗，利用重力行走、运动、做各种工作、生活。这个时候，你的骨骼是要承受重力的，你的肌肉是要收缩，要对抗重力的。而在水中呢，游泳不管是哪种泳姿，它是一种接近水平状态的一个身体状态。这个时候呢，和在陆地上我们是直立的这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它也带来一定的好处。当处于水平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的心脏的负担会小一些，所以游泳来说还是对心脏、对循环系统比较好的。可是同时它也带来了就是对骨骼肌、对骨骼本身刺激量不够，这就导致你对这种骨骼的健康并没有好处。当然它好处呢，就是说，很多专家也都说了，就是你在水中，你的关节的压力会小一些。这就是有利有弊。但是从对普通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它的效率，就是我们从运动当中得到的收益来讲的话，效率是相对来说非常低的。我们先不说治疗疾病这一块，只是说普通人，你如果选择一项运动来作为长期坚持的一项身体受益的投资的话，那一定要看投入产出比。游泳的效率我们从怎么看呢？大多数人选择做运动的话，主要就是3个目标。第一个就是控制体重，或者我们就通俗说叫减肥。第二个呢，说让自己的肌肉能够更发达，能够看起来比较强壮，或者说自己的感觉很强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希望说这种，老年化的状态，比如说，骨骼的结构啊，骨骼的这种密度啊，能够得到一定的锻炼，避免它的流失太多，尤其是一些绝经期的女性啊、老年人呀，包括一些就是青春期的，青少年，他希望能够让这种骨骼的健康更好一些。这种呢，往往都是我们运动的主要目标。从这3块来说，比如说减肥，从各项研究来说，你如果是减肥通过运动，那游泳明显是没有跑步效率高一些。同样的单位时间，你去跑步，同样的时间你去游泳，那消耗的热量差的是非常多的。当然，跑步也是要看速度，游泳也要看泳姿。但是不管是怎么对比来说，游泳来降这个热量来减肥，都是效率不如跑步，甚至包括跳绳啊，包括其他的很多陆地上的运动，效率都是要比游泳要高的。从减肥来说，第二个说锻炼肌肉，那游泳肯定是比不过这种负重训练，就是我们去撸铁呀，你去做这种，别管是器械也好，还是单纯的自体重的训练，在陆地上你有重力做对抗，那你的骨骼受到的刺激是完全不一样的。老王教主也讲过，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之后，肌肉都是萎缩的，骨密度也都是流失的，就是甚至很多就是没办法自己能够从这个机舱里面出来。这个是和太空当中你没有受到重力、骨骼的刺激，还有肌肉的刺激不够，所以它会一直不断的流失，时间越长，这个问题就越严重。游泳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你如果真的是长期在游泳池里面泡着的话，我接触的一些游泳运动员也好，跳水运动员也好，他们因为要在大量的时间在这种水中训练，所以当训练结束的时候，他们往往是不愿意上陆地的，因为一上陆地就觉得腿发软，
觉得没力量，觉得很累。因为你在水中这种运动的肌肉运动模式和陆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从肌肉这块，大家不要看有些游泳运动员、跳水运动员身材很好，肌肉很发达，那个绝对不是通过游泳锻炼得到的，他们是要做一些专门的负重训练，要做力量练习的，那个不是单纯你靠游泳能够练出这种体型和肌肉状态、肌肉维度的。第三个就是说，刚才也是同时说了，就是骨骼健康这块，这块有相当多的调查数据，就是科研的论文论证过。你说游泳对骨密度的保护完全没有，这个肯定是不科学的。但你要说它有多大的效果呢？最后比来比去，可能对绝经期女性和老年人，她游泳对骨骼的健康的保护，大概也就是比久坐不动要稍微好一点。你完全不如说我去日常去散散步啊，去在陆地上做正常的其他的运动。所以从这三大运动的目标来说是非常不适合的，它的效率非常低，所以我一般是不推荐别人去游泳的。最后再说从治疗疾病来说，我这里很多病人都是骨关节系统的疾病、骨科的疾病啊，比如颈椎的问题呀、腰椎的问题呀。网上经常会有人问，哎，我腰椎间盘突出能不能游泳啊？我颈椎病能不能游泳啊？从骨科的角度来说，你在游泳这种状态下，你去活动的话，其实对颈椎也好，对腰椎也好，很难达到一个有效的锻炼效果，远远不如你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功能性的训练。最后就是说，你作为一项运动，如果是要受益的话，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要长期坚持。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个场地的问题，你家里有游泳池，有家里有游泳池的成本，还有你的要付出维护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你如果要是去公共体育场馆的话，那你想想，你要去公共场馆，你的路上的花费的时间，你去换衣服的时间、洗澡的时间、准备的时间，都加在一起。如果我们说想坚持一个每周3到4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的运动，那你去跑步也好，去其他运动也好，和选择游泳也好，那这个成本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同样是做1小时运动，你跑步的话，穿双跑鞋出门就能跑了，或者我在跑步机上就能跑，我买一个机器就可以。那如果我选择游泳的话，我想每周3次，每次1个小时，那你可能你每次你都要来去至少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出去了，然后真正游泳的时间可能到不了1个小时，然后你在游泳池还不一定能够有效的游得开、游得充分，这就让这个游泳的脱离率非常高。就是我们日常当中观察，很多人觉得，哎，游泳很好啊，专家都推荐游泳啊，那我选择去游泳作为一项自己主要的锻炼运动。但是这些人往往很难够坚持长期，我们说的长期就是你至少3个月以上，就是一个是说我们成本的问题，还有你去学会标准泳姿的问题，还有就是坚持的问题。另外再说一个，就是游泳这种坚持的一个负面效应。你做其他的运动，尤其是陆地上的其他运动的话，我们观察是，你如果坚持锻炼了一段时间，长时间之后，停下来，因为种种原因，短时间停下来，身体并不会发生太多的负面效应。但是游泳有点特殊，你如果是长期真的能够坚持游泳的话，一旦停下来，往往很快身体状况会发生不太好的状态。我举一下我的老师任玉衡教授的，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是1936年出生的，一直在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工作。因为在科研所还有在我们医院有这种康复的泳池啊，标准的泳池，而且专门针对康复做了一些装修调整，条件非常好，然后水温啊、消毒情况
而且因为用的人少，他的习惯就是每天中午吃完饭午休的时候，在这个泳池游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养成非常好的习惯。但是他，2009年的时候，等于他年龄也很大了，从体检的来说，他因为长期坚持锻炼，而且还有参与治疗啊，身体各项指标都非常的好。突然呢，因为这种工作原因，因为开会啊，还有其他原因，就大概连续1到2周都没有能够有时间中午去游这个泳，等于他1、2周没有运动。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情况，就是他平时因为游泳，所以他心率非常的低，这是游泳带来的对心脏的好处。但是他没有游泳之后呢，他这个心率就降得更低了。结果有一天晚上，就是心脏就完全停掉，就不再跳了。第二天早上，家人发现就是人就已经去世了。这个感觉，我当时心情也是感觉非常的遗憾。就如果能够早想到这一点呀，早发现情况，能够提醒他，呃，还是抽出时间来去坚持一个运动，或者说不游泳的时候，我们去坚持选一个其他能够效率更高一点，我拿出个20分钟啊、15分钟，我去做运动，让这个心率能够维持在这种水平，不会说低得太低，对这种生命造成了一种威胁的话，我想它可以，陪我们时间更长一些。这是我对游泳的一些负面的看法，呃就是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如果要考虑作为有一项运动作为自己主要坚持的运动的时候，参考一下，看看是不是针对自己的情况适合。我们什么情况比较适合游泳呢？我觉得第一个，你的心脏系统可能不是很好，或者循环系统不好，或者你的体重非常大，远远超过所谓的正常的超重的状况。这个时候，还有你的关节的疾病非常的严重，已经很难坚持日常的，比如跑步啊、跳绳啊、行走啊，还有其他陆地上的一些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考虑我不得已我选择游泳。这个时候游泳一方面它可以减轻关节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对这个心脏的保护，对心脏的心率的一个保护，它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你没有别的办法嘛，你其他的运动选择不了了，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尝试去游泳来维持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帮助减重，或者是让你的关节的状态，让你的心脏的状态维持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的。这是我对游泳的一些看法。大家看完以后，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欢迎关注、点赞、转发，也欢迎打赏。如果是还有什么想听的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给我的邮箱写邮件，我是很希望跟大家能够多分享的。谢谢大家观看，再见。